谢家立过一条规矩，大婚之日，祖传白马停在谁面前，谁便是世子命定的正妻。我与谢临川定亲7年，还替没落的侯府偿还了30万两军债。所有人都认定白马会走向我，可迎亲那天，他却轻易地蹭起了表妹的衣袖。祖训不可违，正妻只能是云柔。你家世好，嫁妆多，就算做平妻也不会受委屈。满堂宾客都劝我接受天意，只有我闻到了表妹衣袖上浓浓的桂花蜜。过去3个月，她每日都让马夫用桂花蜜喂马，我没有揭穿，只是命人调转128台嫁妆，当场取回替侯府抵债的银票。没有这些钱，侯府怎么办？往后的军债，也让你的天意替你还吧。祖训不可违，正妻看来只能是云柔了。天意如此啊！沈姑娘家世好，嫁妆多，做平妻也不会受委屈的。好浓的桂花蜜气味，3个月每日让马夫用桂花蜜喂马，好一个天意！嫁妆原路返回，军债银票也一并收回。是。没有这些钱，谢府怎么办？他不是替你选好主母了，往后的军债也让你的天意替你还吧。别闹了，云柔是白马选中的，我不能违祖训，但我已答应让你做平妻，吃穿用度、院落仆役都照正妻分制给你。所以我出正妻的嫁妆，替谢府还正妻该操心的军债，最后只配做平妻。只是一个名分，你家世显赫，何必事事同云柔计较？30万两军债已到最后期限，你现在把银票拿走，谢府拿什么向军债衙门交代？他以为我调转嫁妆只是闹脾气逼他回心转意，我若真舍不得，方才就该当众揭穿那匹马为何只粘着云柔。继续走，我看谁敢拦车。表姐，别为了我同世子伤了7年情分，我没想过白马会选我。若你实在容不下我，我可以不要正妻之位，只求你别带走军债银票。谢府上下这么多人的性命，不能毁在今日。这件事不是你的错，用不着向他下跪。谢家既然已经有了正妻，往后的军债便该由他负责。我已让你做平妻，你还要怎样？难道非要逼我违背祖训，弃云柔于不顾，你才肯罢休？那这婚也不必结了，我的嫁妆你也无权。好了，你正在气头上，我不与你争，先回喜堂，听我给你解释。好，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解释。世子，军债衙门派人来催了，若及时结束前不能交割30万两银票，便要追究拖欠军债之罪。姐姐，衙门的人已经到了，就算你怨我，也不能拿整个谢府赌气。婚事可以慢慢谈，但钱你必须留下。银票是我的，婚事也是谢家先毁的，你没有资格让我把钱留下。赵宁，我只是让你暂时拿出来应急，等谢府缓过来，我自然会补给你。侯府欠了30万两，靠什么补？靠云柔所谓的正妻嫁妆吗？姐姐说的对，我家是比不得她，这些首饰也不值多少银子，可只要能帮临川哥哥渡过难关，我什么都愿意拿出来。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我不会动。你也看见了，云柔从未想过从谢家得到什么，倒是你这些年每替谢府付一笔钱，便要留下一份凭证。银钱过手留据，最基本的规矩。临川哥哥，表姐只是没有安全感，肯定不是为了拿军债逼你娶她。看似替我解释，实则已经替我定了罪。难怪今日一失去正妻之位，你便立刻撤走所有东西。原来你过去帮侯府，从来不是因为情分。什么时候你才能像柔儿一样，不那么势利？30万两真金白银，还有数不尽的首饰田契，在他眼里只是势利。姐姐，你又要做什么？原来这些年你帮谢家，心里却一直在计划着讨还。我拿回自己的东西都是错的。此物便先交给云柔保管，等你什么时候冷静了，我们再行商议。7年凭证，30万两账目，他一句话就给了他。临川哥哥，军债寡们的人还在外面等着，不如先把银票和贵重物品送进内库，免得到时来不及。照账册全部清点，搬进内库。里面不仅有家族田契和30万两银票，更有母亲留给我的凤钗，放回去。只是暂时从入内库，等你冷静下来再谈归属。你把我的账册交给云柔，又让她照着账册搬走我的东西，这叫保管。重新套车，剩下的嫁妆一件也不许卸，已经搬下来的全部抬回去。谁敢再走一步，我便去官府告他强占私产。姐姐，你不能在军债到期的时候带走银票。你若真的怨我，我可以离开谢家，可侯府上下这么多人，不该因此受到牵连。
我根本就没碰到你。你明知他挡在前面，还让人强搬木匣。明明是他自己撞上供台，与我何干？林川哥哥，算了，表姐不是故意的，别再为了我同他争执。他伤成这样还在替你说话，你却连一句认错都不肯。带云柔去祠堂测试，换一身衣裳。把平妻婚书和赠产文书拿来，今日就让他画押。只要你签下赠产契，军债便能按时交接。今日冲撞祖牌，伤害云柔的事，只要你安分做平妻，我可以不再追究。用我的钱救侯府，再让我对云柔低头，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追究？女子出嫁本就该以夫家为重，谢家没有休弃你，已经留足了前面。表姐，林川哥哥已经答应不追究你，只要签下婚书，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你的嫁妆和银票很快便会送进内库，等契书落印，你就算回娘家告状，也拿不回1文钱。这么急着让我签，是怕什么？林川哥哥，表姐还是不肯原谅我。今日这份契书，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马夫和剩余的桂花蜜都已经被看住了，要我画押可以。谢家说白马择妻是祖训，是不可违逆的天意，那就在祖老面前再放一次白马。白马已经选过一次，你何必再让自己受辱？好，我就让你彻底死心。他若再选云柔，你就立刻签字。说，为什么白马前后选了2个人？世子饶命，是世子您吩咐小人用桂花蜜喂马的呀。我问的是，他今日为何绕过昭宁，偏偏去蹭云柔？你若敢有一句虚言，我今日便打断你的腿。看他做什么？说。是云姑娘身边的侍女秋霜。大婚前半个月，秋霜隔3差5便来马厩，说云姑娘身子弱了整整3好的桂花蜜，说是拿回去熏染衣物。小人以为这是云姑娘体恤世子，想在婚典上讨白马换心，这才没多问啊。林川哥哥，你别听这奴才满口胡言，他是被表姐买通了，故意陷害我。我自幼最是规矩守敛，若非今日白马主动亲近，我连这白马平日养在何处都不知道。我的为人宁可相信一个下人，也不信我吗？这副梨花带雨的模样，过去7年里屡试不爽，可惜这一次。说的真好，只是这马夫是谢府家奴，身契都在谢府账房里压着，我沈昭宁今日又如何收买一个管马的下人？翠敲，把东西拿进来。世子，诸位，这便是从云姑娘房中搜出来的蜜罐，里面还残存着半罐桂花蜜。至于这件嫁衣，不可能，这不可能！云姑娘急什么？若这嫁衣上只有清水，白马怎会如此焦急？这桂花蜜是谢府马厩特制，普通人闻不出来。可为了3个月这蜜糖的白马，再熟悉不过。谢家的骄傲，开国太祖御赐灵兽的后代，如今被一罐廉价桂花蜜耍得团团转。云柔，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林川哥哥，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世子，老奴这里还有证物，这是马厩每日草料与蜜糖的支取簿子。账房查得严，秋霜姑娘每次来领蜜，老奴都让她按了手印。倒数第3页，白纸黑字，请世子过目。这印章是我亲手刻了送给他的。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知情，口口声声说自己规矩守礼，利用谢家祖训操纵白马，构陷昭宁。你将我当成了傻子，玩弄于股掌之间。谎言撕碎了，再无转圜。方才还大义凛然劝我顺从天意，如今这天意成了后宅把戏。世子，既然云姑娘不肯承认，不如将秋霜带上来对质。来人，去西院把秋霜那个贱婢给我绑过来。不必了，世子。老奴方才见西院有人鬼鬼祟祟想从后门溜走，便自作主张替侯府把人拦下。
秋霜姑娘就在院外。世子饶命，姑娘饶命啊！你家姑娘衣袖上的桂花蜜是谁让你去马厩领的？又是谁让你抹在嫁衣上的？看她做什么？今日在这祠堂里，能定你生死的人是我。秋霜，你自幼卖身进我云家，你的父母兄弟可都在江南老家呢。你说话前最好想清楚了。放肆！当着祖宗牌位，当着世子的面，你竟敢公然威胁正人！永安侯府还没倒呢，容不得你一个寄人篱下的表小姐在这发号施令。是姑娘吩咐的。姑娘说沈家有钱，沈昭宁进了门定会压得她一辈子抬子抬不起头。她说世子心软，只要白马选了她，世子迫于祖训定会妥协。姑娘不想做妾，姑娘要做正妾。那桂花蜜是姑娘让奴婢抹在衣袖内侧的，本想着大婚迎亲时蹭一蹭蹭便好，谁知沈昭宁根本不接招，姑娘急了，才让奴婢把剩下的蜜糖都涂在了嫁衣上。够了，把他们拉开！云柔，你千算万算，算准了谢灵川偏袒你，算准了祖老用祖训压我，可你算漏了一件事，我沈昭宁不屑于个骗子，更不屑用我的银子去养一个算计我的仇人。沈昭宁，你别得意，你以为你赢了？你没了名节，大婚之日被退婚，你这辈子都休想再嫁入高门。这就不用表妹操心了。我沈家虽不是什么侯门望族，但胜在有钱。有了这30万两银票，这128台嫁妆，我沈昭宁一辈子不嫁，也过得比你舒坦100倍。世子，既然白马择妻是人为操纵，那这婚事自然是不能作数了。自然不能作数。昭宁，都是我的错，是我被这人蒙蔽了双眼，险些误了我们7年的情分。你放心，正妻之位本就是你的，我们今日便拜堂成亲。慢着，昭宁，你还在生我的气。只要我们成婚，往后我都听你的，我立刻让人将云柔撵出谢府。费尽心机，最后只换来一句撵出谢府。世子，你似乎误会了什么。你以为我今日折腾这么一出，只是为了让你看清云柔的真面目，好求得一个正妻之位吗？昭宁，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定亲7年，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若非祖训……谢灵川，别把你的贪婪和懦弱都归咎于虚无缥缈的天意祖训。还有，方才云柔表妹摔倒受伤的事，是不是也该顺便查一查？今日在场的人多，你们方才抬着木匣，距离云姑娘最近。我问你们，方才云姑娘后退时，我可曾碰过她一根手指头？说实话。世子饶命，奴才看得真切。当时沈姑娘距离云姑娘至少还有3步远，沈姑娘一直在按着木匣盖子，根本没伸手。是云姑娘自己突然往后倒退，像是故意的。你胡说！她摔倒时手护着祖牌，可袖子正好在铜盆里浸了一下。奴才当时还纳闷怎么摔得这么巧，现在想来，她分明是想借水洗掉袖子上的蜜糖。荒唐，简直荒唐透顶！为了遮掩罪行，竟敢故意撞倒谢氏列祖列的牌位，这是大不敬，要遭天谴的。世子，此女心思之歹毒，世所罕见。若留她在侯府，谢家100年基业迟早要毁在她手里。昭宁，你都看见了，她是自作自受，与你无关。我向你道歉，今日是我猪油蒙了心，听信了她的谗言。平妻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今日你依旧是我谢灵川唯一的正妻，我们今日便行礼，如何？这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只觉得好笑。谢灵川，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那这份契书，你又打算如何处置？这自然是不作数了。既然你是正妻，沈家嫁妆自然还是由你来保管。不过这30万两军债，衙门的人还在外面守着。昭宁，你既然嫁入谢家，侯府荣辱便与你休戚相关，这银票今日还是得先交接给衙门。你放心，等谢府缓过这口气，我定加倍补偿你。谢灵春，你拿什么补偿？靠你那俸禄，还是靠谢家那些连年亏空，连仆隶月钱都发不出的田庄？沈姑娘，此言差矣。女子出嫁，从夫为天。这侯府若是倒了，你纵有万贯追财，没了侯门主母的身份庇护，在这京城里也不过是个任人宰割的富商之女，但能换来一个世子妃的身份，这笔账沈姑娘应该算得明白。明明知道云柔是骗子，
明明知道谢灵传理亏，可为了那30万两救命的银子，他们依然厚着脸皮，用大局、名声、名分来绑架我。在他们眼里，我沈昭宁不过是谢家一只抱冬砖的母鸡。诸位族老说的有理，他终究还是舍不得这7年情分，舍不得这世子妃的头衔。既然诸位族老和世子都觉得沈家可以用银子来换取这个名分，那不如我们今日便把这账算得更清楚些。昭宁，你还要算什么账？我说了，往后侯府都听你的。翠敲，把账本拿过来。这上面有你谢灵川签字画押的借据，也有侯府管事领钱的凭证。7年间修缮侯府用去银3万两，补贴谢家田庄亏空5万两，补发下人月钱添置40衣物2万两，再加上之前几次零散替你偿还的军债，共计12万两，再加上今日这30万两，共计42万两。沈家虽是商贾，但沈家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父亲在商路上九死一生赚下来的。你们一边嫌弃沈家势利势亏，嫌弃我满身铜臭，一边却心安理得地用着沈家的银子去维持你们高高在上的贵族体面。谢灵川，你凭什么觉得我沈昭宁会蠢到用42万两白银去买一个会随时因为一匹马一碗桂花蜜就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世子妃头衔？沈昭宁，你非要在今日在列祖列宗面前把话说明白到这种地步吗？自然要说明白。沈昭宁，你疯了！我没疯，疯的是你们。这婚今日便退了，从今往后，我沈昭宁与你谢灵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至于你们谢家的祖传白马，他既然那么喜欢桂花蜜，那便让他跟着云柔表妹去吧。反正你们一个有天意，一个有深情，正好配成一对。沈姑娘，你怎可如此目无尊长，任性妄为？尊长，想要我沈昭宁尊敬，也得看看你们谢家有没有那个骨气。强占私产，逼迫弱女，你们谢家的风骨，今日我算是领教了。沈昭宁，你这个贱人，你害惨了我！保护姑娘！你这个疯妇，滚开！他此刻恨极了云柔，若不是这个女人作祟，30万两银票怎会拿不回来？谢灵川，你踹我！你竟然踹我！你以为今日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装什么清高，装什么无辜？闭嘴！我凭什么闭嘴？你难道真不知道我在用桂花蜜喂马的事？大婚前，你每次去我房里，我身上那么浓的桂花蜜，喂你瞎了还是聋了？你不过是默认了。你既想要沈昭宁那30万两银子，又嫌弃她是个满身铜臭的商贾之女，觉得娶了她让你在从良面前丢了面子。你心里分明也盼着白马选我，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娶一个清贵出身的正妻，还能顺理成章用平妻的名义把沈昭宁的嫁妆扣在侯府。血口喷人！我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最清楚。谢灵川，你比我高尚不到哪里去，你就是个软饭硬吃、既当又立的伪君子。沈昭宁现在看穿你了，他不要你了。你守着你那快要被查封的破烂侯府，等死吧！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他心底最隐秘、最肮脏的欲望。他需要沈家的钱还债，又想要一个清贵正妻撑面子。他或许没有直接参与作弊，但那些日子若有若无的放任和迎亲时毫不犹豫的顺水推舟，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就是我倾心托付扶持了7年的男人，和那个处处透着无辜柔弱的表妹，利益的遮羞布扯下，所谓的深情款款，竟如此肮脏不真。戏演完了吗？既然说完了，那便请世子在这些欠条上签字画押。沈姑娘，你这是何意？大婚之日，你竟向夫家逼债，这传出去，沈家商号还想不想在大营做生意了？老先生，您又错了。第一，
婚书已撕毁，谢家不是我的夫家，而是我的债主。第二，商言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庸律法，纵是皇亲国戚欠了商贾银钱，也得按律偿还。我沈家纳税大户，年年给朝廷上缴几十万税银，若连自己的血汗钱都拿不回来，那我沈家不介意去御前告御状，看看圣上是偏袒你们这拖沓军债、强占私产的没落侯府，还是偏袒我这个利国利民的守法商家。大庸朝近年极重商业税收，圣上对仗势欺人、赖账不还的勋贵一向痛恨。若真闹到御前，永安侯府这块摇摇欲坠的招牌会被一巴掌拍碎。昭宁，你非要逼我到死路吗？逼你到死路的，从来不是我。听听外面的敲门声，真正要你命的人已经到了。军寨衙门办案，闲人避让。谢世子，别来无恙啊！徐大人，沈姑娘也在。谢庭川，本官奉命催缴永安侯府所欠30万两军债，今日乃是最后期限，吉时已过，不知侯府的银票准备的如何了？只要他敢伸手去拿那些银票，沈家护卫定会毫不犹豫将他按下。到那时，性质就不是退婚，而是强占私产、聚众抢劫。徐大人，能否再宽限几日？侯府近日有些变故，30万两非是小数目，容本世子挪借一二。谢世子，这笔军债衙门已经宽限了你们整整半年，若非沈姑娘此前替你们作保，3个月前本官便该带人封了这侯府。今日已是最后通牒，若拿不出银票，本官便移公文查封永安侯府账房、田庄，乃至这历代祖宅。什么？查封祖宅？这万万不可！徐大人，这是开国太祖赐给谢家的府邸，怎可查封？徐大人，求您看在谢家先祖为国尽忠的份上，再宽限几日吧。天子庶民一律平等，欠债还钱乃是国法。既然谢世子拿不出银票，来人，且慢！林川，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昭宁，我求你，救救谢家，救救我！先前是我糊涂，被云柔那个贱人迷了心腔，我向你赔罪。等今日过了，你要如何罚我，如何羞辱我，我都认。但这30万两银票，你先借给我，不是借给侯府渡过难关。等我处置了城郊几处产业，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这副卑微到骨子里的模样，非但没有让我半分动容，反而让我觉得无比恶心。借。谢世子，半个时辰前，你让护卫堵住大门，抢走我的账册，甚至准备了这份自愿赠产契的时候，可没说过这是一个借字。那时你和你的族老们字字句句都在逼我画押，想要名正言顺地将我沈家的家底据为己有。若非我今日留了后手，戳穿了你们这场白马择期的荒诞骗局，这30万两银票怕是早已进了你侯府的内库，成了你们施舍给我的平妻体面了吧？昭宁，大局为重啊！世子已经如此低声下气，你又何必得理不饶人？沈家纵然家财万贯，可今日你若眼睁睁看着侯府被查封，这背信弃义、见死不救的名声传出去，你沈家的商号在京城还能立足吗？名声？老先生，今日背信弃义，在大婚之日另立正妻的是谢家，企图强占私产、逼迫女方画押的是谢家，如今反倒要我沈家来背这个见死不救的黑锅。我沈家的商路靠的是货真价实，靠的是对商户的诚信，可不是靠给你们这群吸血的马王送银子换来的。沈姑娘说的不错，大庸律法，凡借贷利居，须得双方自愿。强占私产，冲抵军债，本官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日御史陶的折子便能递到圣上案头。谢世子，你求沈姑娘借钱可以，但这自愿赠产契，以本官看，还是免了吧。只要沈昭宁按下指印，
今日危机可解，往后沈家财富便与侯府彻底捆绑。可如今，昭宁，你要做什么？沈昭宁，你自愿赠产，真是可笑。谢灵川，你担心的从来不是我沈昭宁在大婚之日受了多大的委屈，你怕的只是我真的把这些钱带走。你求我留下，也不过是因为你这破落的侯府离不开我沈家的银子。这一道契书，今日我撕了。想要我沈家的钱，你谢平川不配。不能撕，这不公平！就算白马的事有假，我也已经同林川哥哥拜过堂了，我是谢家承认的正妻。只要有这份婚书在，我就是世子妃。沈昭宁，你不过是个被退了婚的弃妇，你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凭什么毁掉谢家的产业？他很清楚，若嫁妆被带走，谢家破产查封，他这个刚到手的世子妃头衔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催命符。滚开！你这个作恶多端的贱人，还有脸提婚书？若非你用桂花蜜作弊，昭宁今日怎会与我决裂？若非你贪心不足蛇吞上，侯府怎会落到今日这般下场？你用肮脏手段欺骗族老，根本算不得我谢家的主母。我不配？谢晴川，你现在知道我不配了。先前白马选我的时候，你心里难道不是乐开了花？你明知沈昭宁为了还债出了多少力，却还是逼他做平妻，不就是想既要我的温柔体贴，又要他的万贯家财？如今鸡飞蛋打，你便把所有错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你比我高尚到哪里去？沈昭宁，你也别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圣人模样，你以为你赢了？你7年的感情，最后不过是为了狗。你没了名节，大婚之日被退婚，这辈子都休想再嫁入高门。表妹，名节和高门那是套在你们脖子上的绞索，可不是我的。有了这些银子，我沈昭宁往后想去哪儿便去哪儿，想买什么便买什么。至于嫁不嫁人，嫁给谁，那是我自己说了算。而你，还是先想想，待会儿进了衙门，该如何跟官差解释你构陷伤人，伙同谢家强占沈家嫁妆的事吧。沈姑娘说的有理，谢世子，本官今日是来催缴军债的。不过眼下看来，你这侯府里不仅有拖欠军债之嫌，甚至还涉嫌在大婚之日伙同外人设局强占商贾私产啊！本世子绝无此意啊！那赠产期尚未落印，银票也已原物奉还，沈家嫁妆，本世子已让人去库房抬出来了。这强占私产之罪，从何谈起啊？从何谈起？方才本官在门外听得真切，沈姑娘要走，是你的护卫堵住府门，逼停嫁妆车；沈姑娘要清点账目，是你的管事抢走账本，把东西强行抬进内库。若非沈姑娘有些手段，今日这30万两银票，怕是早就在本官面前盖上了你们谢家的印记了吧？徐大人虽是朝廷官员，但他更懂得借势。沈家纳税极多，沈家老爷甚至在圣上危时暗中辅助过。今日这事若闹到御前，他若坐视不理，也少不了一个纵容勋贵、掠夺民间的罪名。世子，这件事本官会上报朝廷，如实弹劾。至于今日这30万两军债，时辰已到，既然谢世子拿不出银票，那便依照大庸律法，即刻查封永安侯府账房、库房。来人，将这个利用桂花蜜操纵白马、设局构陷，并参与侵占他人嫁妆的女子一并拿下，带回衙门审问。放开我！我是世子妃，你们凭什么抓我？林川哥哥，救我！我是为了侯府才这么做的，都是你逼我的。若不是你想要沈昭宁的钱，我怎会出此下策？谢同川，你这个懦夫，你说话啊！昭宁，我求你，最后一次，只要你肯把银票留下，我什么都答应你。我立刻让人准备退婚书，将云柔这个贱人逐出族谱，沈家的一切损失我加倍奉还。我求你救救侯府！这副摇尾乞怜的模样，只觉得无比讽刺。谢林川，我给过你7年，这7年里，沈家帮你还了12万两债，帮你修缮了祖宅，帮你养活了满府的下人。
而你却在每一次我需要你站在我身边的时候，都选择相信云柔的眼泪。是你自己亲手把最后一次机会送给了他，所以现在这苦果，你也该自己咽下去。沈昭宁，你不能走！你这个市鬼的贱妇，昭宁，你不得好死！把沈姑娘刚才抬入内库的嫁妆全部抬出来，一件都不许少，一件都不许损。谢世子，请自重。这里面装的是沈家几代人积攒的奇珍异宝，是母亲临终前亲手交到我手中的凤钗与田契。沈姑娘，这是我们谢家名下最数的2处田庄，今日这些便全当抵偿沈家这7年间为侯府垫付的12万两银子，还请沈姑娘手下留情，莫要再将事情闹上御前了。这些族老不蠢，12万两有借据有账册，若真闹上官役，谢家产业同样保不住。与其等官府强行面卖丢尽颜面，不如现在主动拿出来，好歹落个两清的名声。西街铺面京城最好的地位，谢家疏于打理，连年亏空，但在我沈家手里，稍加修整便是日进斗金的聚宝棚。2处田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正好种植商号所需的药材与桑麻。翠敲，核对印信。是姑娘，印信无误。收好。至于那12万两的借据，既然田契已交，这些字据便在大人的见证下付之一竣吧。7年的付出，7年的纠葛，在这一刻彻底化作了一缕青烟。沈昭宁是真的不要他了，不是赌气，不是欲赢还赢，他连一丝愤怒都没有留下，只有商贾特有的冰冷而精确的算计。沈昭宁，沈姑娘，核对完毕，128台嫁妆原封不动，无一损毁。好，封箱套车，沈家的东西一件都不留在谢家。永安侯府账房封，永安侯府内库封。世子，我们该怎么办啊？没有了沈家的银子填补亏空，没有了30万两代偿军债，谢家只剩一副好看的空架子，而这副架子1周后便会被官府拆毁。昭宁，只要你留下银票，我求你，我可以入赘沈家，我什么都不要了。谢世子，请自重。这便是谢家引以为傲的天意，一匹被廉价蜜糖牵着鼻子走的畜生，一个被后宅女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世家。姑娘，时辰到了，我们走吧。走吧。沈昭宁！怎么还这？姑娘，咱们这回可真是痛快了。您没瞧见方才场面，谢灵川脸白的跟死人一样，族老连气都不敢软。这不过是第一步，谢灵川还没到真正绝境，要定罪面卖祖宅，还得等朝廷红批公文下来。商贾地位低微，世家只当我是异类。姑娘说的对，是奴婢想的太简单轻敌了。大小姐，老奴听说谢府大婚出了变故，您没事吧？沈叔放心，我没事，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那这128台嫁妆该如何安置？全部抬回库房登记造册，契书立刻送账房盘点。2处田庄，3处铺面，从此与谢家再无关系。是，老奴这就去办，绝不敢耽误半分。昭宁，我的儿啊，你可算回来了。爹听说谢林川大婚之日另立正妻，爹恨不得带人砸了那侯府，你没受委屈吧？爹，您看女儿像受了委屈的样子吗？近日将您告诉女人饶请事宜，江南区及女外有内侍端端端给凤谷谷。那好，不愧是我沈万山的女儿，做得痛快。他谢家想空手套白狼抢家产，简直白日做梦。只是儿啊，这婚事退了，你往后的名声可怎么办？爹，
女儿有钱，有沈家百代产业，何须看旁人脸色？世子妃名头是催命绞绳，往后我要执掌沈家，做大英最大的商号。好，爹听你的，这沈家的家业迟早是要交到你手里的。老爷，大小姐，门外谢家的人来闹了。来的是谁？是永安侯夫人谢临川的母亲谢老夫人，她带着10几个婆子坐在府门前哭天上地，说大小姐淤逆尊长，抢夺侯府财产，还要逼死世子。放屁！这个不要脸的！当年侯府要债临门，是谁带银子平事？如今反倒嫌我沈家不给面子，我这就带人把他撵走。爹，稍安勿躁，他既然喜欢闹，便让他闹。今日京城百姓都在看着，不让他把戏演完，外人还真以为沈家欺负没落贵族。咱们去会会这位高高在上的侯夫人。大家快来瞧瞧这沈家商贾仗势欺人！我谢家好歹百年勋贵，乃是开国功臣世家。我儿临川大婚之日，好心迎他过门，还答应给他平妻之位，吃穿用度全照着正妻分量。可沈昭南不仅喜尝上忤逆尊长，还指使护卫抢走30万两军债银票。如今衙门要查封侯府，这是要逼死我们谢家。沈家虽然有钱，这事做的也太绝了吧！都答应给平妻了还不满足，非要逼死人。闭口不提白马择妻的骗局，不提谢家逼我画押的恶行，只一味强调沈家仗势欺人，强抢银票，逼死勋贵。这演技比云柔还高几分。谢老夫人，好久不见。您今日不在侯府帮着谢临川清点被查封的家当，倒有闲心到我沈家门前唱这么一出苦情戏。沈昭宁，你这个不孝不义的贱人！我儿临川为了你，至今还被关在祠堂里。你今日若是识相，便立刻把30万两银票拿出来，再跪着跟我回侯府拜堂。否则，我老婆子今日便撞死在你沈家门前。撞死！诸位乡亲，大家请看，这上面白字黑字盖着永安侯府印信。永安3年，侯府修祖宅，借银3万两，至今未还。永安4年，世子田庄亏空，借银5万两，至今未还。永安5年，侯府发不出月钱，借银2万两，至今未还。7年累计，谢家共借沈家白银12万两，这还不算今日30万两救命的军债金票。天爷呀，12万两！这侯府合着是靠沈家养着啊？吃人家的用人家的，大婚还逼人家做平妻，也太不要脸了！舆论风向一瞬间就彻底倒向了沈家。你胡说！那是沈家自愿送给我侯府的聘礼，怎么能算借？老夫人，大庸哪家聘礼要夫家盖印画押，哪家聘礼要女方婚前一笔笔替夫家还债。谢听川大婚当日用桂花蜜操纵白马，意图另立云柔为正妻，逼我做平妻，好名正言顺霸占我沈家128台嫁妆。这件事徐大人亲眼所见，云柔侍女也已招认。老子忍你很久了，当着老子的面想打老子的女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呦喂，打人了，上祖打命妇了，没王法了！我看谁敢动！谢老夫人，看在往日那7年的份上，今日这一巴掌便当是替谢临川还了我沈家的利息。若再有下一次，我沈家名下的商号定会在京城乃至整个大庸断了你谢家所有的功绩。沈家的产业虽不多，但若想让几个没落侯府族人吃不上饭，还是办得到的。痛快，真是痛快啊！云家，云柔的娘家，今日这沈府门前当真是热闹非凡。沈兄贤侄女别来无恙啊！云万林，你今日不在江南伺候你的盐税，跑到我京城沈家来做什么？沈兄，明人不说暗话，我今日来是为了我那不成器的女儿云柔。柔儿这丫头自幼被她母亲宠坏了，心思单纯，这才受了谢灵川那个畜生的教唆，做出了这等糊涂事。如今她被关在军寨衙门大牢里，吃尽了苦头。我这做父亲的实在心如刀绞啊！云师叔，您这话怕是连3岁孩童都骗不过。
云柔在大婚前半个月便指使丫鬟去马厩偷取桂花蜜，大婚之日更在祠堂里上演假摔撞倒组牌。这等缜密而歹毒的心思，在您嘴里竟成了心思单纯。贤侄女，得饶人处且饶人，柔儿再有错，她也是我云家嫡女。今日我来是想跟沈家做个交易，只要贤侄女肯去军寨衙门写一份谅解书，证明白马之事只是误会，我云家便愿意退出京城西街那3处盐铺，拱手相让。西街盐铺日进斗金的肥肉，云家在京城立足之本，爹心动了。云氏说，您未免也太小瞧我沈昭宁了。西街盐铺固然好，但我沈家还不缺那点银子。云柔今日设局构陷我，若非我早有防备，沈家名声尽毁，30万两银票更是血本无归。如今你想用区区3处盐铺就换他一条生路，我的答案是绝不可能。沈昭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云家在江南经营多年，朝中人脉非你沈家可比。你若非要将事情做绝，我云家有的是办法，让你沈家的货出不了江南。哼，出不了江南。云氏说，您是不是在江南待得太久，连脑子都糊涂了？大雍的盐铁皆归朝廷统一调度，你云家在江南不过是仗着与当地盐运使有些裙带关系，拿了几张贩盐的特许牌票罢了。可你别忘了，大雍军中每年所需的30万当金银，有一半是由我沈家名下的商害从西北大池运送过去的。西北大池的盐质比你江南的井盐更白更细，只要我沈家一句话，西北的盐便能在1个月内占领整个江南的官盐市场。一直以为沈家做大不过是靠着沈万山那点泼皮商人的运气，从未想到沈昭宁这个年仅20的女子，竟对大雍朝的盐铁分布、军饷运输了如指掌到如此地步。贤侄女，你别狐假虎威。我是不是狐假虎威，云氏叔一试便知。爹，送客。往后沈家名下所有的商路断绝与江南云家的一切合作，任何敢把沈家货物卖给云家的商户，一律从沈家供货名单中除名。好嘞，云万林，听见没有？我女儿让你滚蛋，再不滚，我这些护卫的水火棍可不认得你是什么云家家主。沈万山、沈昭宁，你们有种！痛快，这沈家姑娘了不得啊！听说了吗？沈大小姐退了婚，非但没颓废，还把生意做得更大了。那2处田庄，3处铺面，半个月产出翻了1倍。这本事，谢家那个世子怕是肠子都悔青了。沈万山就这一个女儿，娶了她，沈家那富可敌国的家产便是嫁妆。我家老爷昨日还念叨说，沈家这桩亲事值得重新考虑。不止你家，听说好几家都在打听。是啊，沈老爷，老婆子今日可是给大小姐带了一桩天大的好姻缘，礼部侍郎家的庶三子，年方21，玉树临风，满腹经纶。人家说了，只要大小姐嫁过去，看在沈家产业的份上，定会给大小姐一个平妻的体面。往后大小姐在京城命妇里，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啦。平妻？我呸！礼部侍郎家的庶子也配娶我女儿？还是个平妻，他怎么不去抢？侍郎家的庶子看不上，那咱们看清贵的。国子敬季家的长孙，正儿八的书人，自幼饱读诗书，最是重规矩。人家说了，只要大小姐嫁过去，把沈家的田契、地契和商号的印信全部交由夫家统一打理。大小姐每日在家侍奉公婆，抄写女诫，纪年家定会保大小姐一辈子的贞静之名。交出印信，抄写女训，滚！都给老子滚出去！我沈万山的女儿不需要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超度。沈老爷，您可要想清楚了，大小姐好歹是退过婚的人，名声已经坏了，如今有人肯娶，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若再挑三拣四，往后怕是连个妾室的位置都捞不到了。谁说我沈昭宁需要旁人施舍的位置了？诸位，今日既然都在，
那我沈昭宁便把话说个明白。我沈昭宁要嫁的男人，不需要他有高门显贵的身世，也不需要他有满腹经纶的才华，他必须入赘沈家。沈大小姐，你莫不是在说笑？自古以来，只有穷的吃不起饭的叫花子才会去当赘婿。那些高门大户、清贵人家的公子，哪一个丢得起这个人？那便让他们丢不起去。我沈家的万贯家财，是我父亲一拳一脚拼出来的，往后也只能姓沈，绝不便宜外人。入赘我沈家，不仅要改姓沈，往后沈家商号的一切决策，也必须由我说了算。他只需每日在内宅侍奉我父亲，替我管好沈家的仆役便好。这成何体统？这分明是娶了个男妻嘛！不错，我沈昭宁娶的就是男妻。今日诸位便将我这话原封不动地传出去。若有哪位高门公子、清贵才子，愿意为了我沈家的财产，自愿放弃姓氏，入赘沈家，侍奉公婆，每日在内宅研磨抄写，那我沈昭宁不介意给他一个主夫的位置。若做不到，那便带着你们的规矩和名分滚出我沈家大门。疯了，真是疯了！好，女儿说得好，不愧是我沈万山的宝贝闺女。咱们沈家的银子，凭什么给他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吸血鬼？咱们就是要招赘，往后生个大胖小子也姓沈。这世间的规矩本就是强者制定的，只要我沈家足够强大，手中的银钱足够多，那我便是这规矩的制定者。大小姐，不好了！咱们江南运往西北的那批鹰盐和运往京城的丝绸，在江淮渡口被当地官府扣下了。扣下了？以什么名义？说是怀疑咱们沈家商船私运朝廷禁物，需要靠岸彻底清查。可咱们走这商路几十年，年年给当地官府上缴孝敬银子，从未出过差错。负责押运的张管事说了，扣咱们船的不是普通的江防营，是江南盐运使衙门的亲兵。江南盐运使，云家，云万林回了江南，终究咽不下这口气，动用了经营多年的裙带关系，在沈家生命线上落顶下人。被扣的货物价值几何？精盐10万石，送往西北军营的急需物资，还有丝绸500匹，京城各大绣庄下个月的订单，总价值不下于15万两银子。更重要的是，西北大营的申盐若不能按时送达，那就是延误军机的重罪，沈家可是要被满门抄斩的。云万林心思当真毒辣，他知道沈家有钱，不在乎普通商业损失，所以一出手便掐住沈家最致命的软肋——军需运输。只要奸盐延误，朝廷怪罪下来，纵使沈家富可敌国，也难逃覆灭。大小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去给云家送银子求情？求情？他云家既然想玩，那我们便陪他玩个大的。翠俏，帮我准备马车，去军寨衙门找徐大人。云万林以为江南盐运使在江南只手遮天，可以任由他拿捏沈家，但他算落了一件事：如今朝廷里有一位比江南盐运使更急需这批军寨银两，也更想立下大功的人物，那便是军寨衙门的主事徐大人。沈叔，即刻发信给江淮渡口的张管事，让他稳住，不要与盐运使的人起冲突。所有被扣货物清单一份不少的整理出来，我要带去见徐大人。是，大小姐。沈姑娘，你今日来不知所谓何事？徐大人，昭宁今日来是来给大人送一桩天大的功劳的。功劳？本官身为军寨衙门主事，能有什么功劳需要沈姑娘来送？这是我沈家商号最新收到的西北军报，西北战事吃紧，圣上正准备下旨，命大军开春后主动出击。大军所需的食盐与粮草，正是由我沈家承印。但就在昨日，沈家送往西北的10万东京盐，在江淮渡口被江南盐运使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扣留。胡闹！延误军机，罪该万死。这江南盐运使莫不是疯了？他没疯，他只是为了帮云家出口恶气。云家家主云万林因爱女云柔被关入军寨大牢，对沈家怀恨在心，
这次扣船正是云万林通过江南的亲戚江南盐运使一手促成。沈姑娘，你想让本官怎么做？徐大人，军寨衙门虽只负责催缴军债，但大用律法，凡阻碍军债筹集、延误军机者，军寨衙门皆有先斩后奏之权。今日我沈家自愿将西北商路的路费，以及京城西街3处盐部往后10年的税银，折合银两20万两，自愿捐赠给朝廷，充作军饷。只要徐大人拿着这份捐赠契书上报朝廷，那么江南盐运使扣留的就不再是我沈家的私盐，而是朝廷的军饷和圣上的军债银。江南盐运使此举等同于谋反。20万两，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便直接捐给了朝廷。这一手借力打力，直接把江南盐运使和云家推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哈哈哈哈哈！沈姑娘，好手段，真是好手段！本官这就进宫面圣，3日之内，江南盐运使本官替你拿下。混账，简直是目无国法！西北大军开春在即，10万东京盐是保家卫国的军需，他一个江淮盐运使不过是朕派去看盐池的奴才，竟敢为了后宅女子私怨强行扣留军饷，他这是要逼着朕的将士们去吃沙子吗？这宝押对了。沈昭宁不仅洗清了沈家延误军机的罪名，更是用20万两雪中送炭的现银，买断了圣上对沈家的庇护。皇上息怒，据臣所知，那江淮盐运使与江南盐商云家乃是姻亲，云家仗着在江南根基深厚，垄断盐路，平日里便极少将国法放在眼里。此次扣船，正是云家家主云万林在背后指使，意图威逼沈家，救出他那因涉嫌强占民产、欺君罔上而被关押在军寨大牢的女儿云柔。哼，云万林，好一个江南云家！朕瞧着他们是日子过得太安逸了，竟敢把手伸到军饷里来。传朕旨意，着刑部大理寺即刻联合办案，着羽林卫查封京城云家产业，传旨江淮巡抚协同当地驻军，即刻将江淮盐运使革职查办，押解回京。至于那江南云家，查抄其所有盐场铺面，家产充公，以充军饷。云家上下凡参与扣押军船者，一律按谋反罪论处，秋后问斩。臣遵旨。这一张圣旨下去，江南沿路重新洗牌，云家在3日之内彻底灰飞烟灭。而沈昭宁用20万两银子，不仅买下了云柔和云家的命，更为沈家买下了一条通往青天的大道。羽林卫办案，闲杂人等避让，传圣上口谕：江南云家勾结江淮盐运使，私扣军盐，延误军机，意图谋反。即日起，查封云家在京所有产业，满门抄斩，家产充公。大小姐，大喜啊！圣旨下了，圣旨真的下了。羽林卫把京城云家的铺子全给封了，听说江淮那边也动了手，江淮盐运使当场被摘了顶戴花翎，云万林那个老狐狸在江南宅子里直接被当地驻军给按下了。意料之中，云万林以为这天下还是世家相互包庇的天下，他却忘了，当今圣上最容不得旁人碰他的兵权和钱袋子。他动了沈家的精盐，便是动了圣上的逆鳞。大小姐，那咱们在江淮被扣的那批货，江淮巡抚不是傻的，圣旨既已到了，他定会亲自去渡口放船，甚至会派官兵一路护送咱们的货去西北。这一路上的损耗，官府自然会从查抄云家的家产里双倍补给咱们。不仅如此，云家倒了，江南的盐路便空了出来。沈叔，让咱们在江南的人准备好银子，3天后等朝廷公开拍云家的盐场和铺面，咱们沈家要抻下大头。到此刻才明白自家大小姐这一步棋下得有多大多狠。她不仅要了云柔的命，更是要将整个云家连皮带骨彻底吞下去。爹一定会来救我的。我是云家的嫡女，我爹是江南盐商，沈昭宁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满身铜臭的商贾，我爹只要动动手指，便能断了沈家的活路，他一定会跪着来求我出狱的。云家是江南的土皇帝，朝中人脉无数，沈昭宁纵然在京城有些手段，
也绝不可能斗得过深不可测的云家。爹，是不是爹来救我了？官差大哥，快放我出去！沈昭宁，你来做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我告诉你，你别得意，我爹已经去江淮扣了你沈家的货。西北大营没了真言，你沈家不日便要被满门抄斩。你现在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还能让我爹给你们沈家留个全尸。表妹，你可真是天真的可爱，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吧，看看你那个无所不能的父亲如今在何处。不，这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你骗我，沈昭宁，你竟敢伪造圣旨，这是死罪！是真的，云姑娘，昨日圣旨就下了，你那在京城的几个叔伯，如今就关在隔壁的死牢里，过几日便要送往午门斩烧。至于你父亲，江淮戍军已经动了手，云家彻底完了。时间已到，永安侯府若再拿不出30万两军债银，本官便要依照公文当众拍卖侯府产业。徐大人，求您再宽限几日吧。本世子已经给江南几个世交写了信，他们不日便会筹集银两送来。这祖宅是太祖皇帝赐予谢家的，若变卖了，谢家便真的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了。世交，谢世子，你那所谓的世交，如今正忙着与谋反的云家撇清关系呢。谁敢在这个当头借银子给你们谢家？更何况30万两非是小数目，谁会为了一个没落的侯府去填这个无底洞？来人，开始宣读拍卖公文。慢着！哟，这谢世子如今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了？可不是嘛，当初逼着沈大小姐让位的时候何等威风，如今没钱还债，倒成了丧家之犬了。我没输。昭宁，你来了，你是不是来帮我的？谢世子，请自重。谢灵川，我今日来不是来帮你的，我是来买回我沈家的东西。买回沈家的东西？沈姑娘，永安侯府名下的2处别院以及城东5处商铺，今日都在拍卖之列。沈姑娘若有意，尽管出价，契书立刻便能改在沈家名下。徐大人，本世子不卖，我不卖。沈昭宁，那些商铺是我谢家100年基业，你凭什么买？你这个满身铜碎的商号，你休想拿走我谢家1寸土地！谢灵川，就凭你现在一文不值，你那所谓100年基业年年亏空，若非我沈家用银子替你养着，这些商铺早就关门大吉了。如今朝廷拍卖，任何人皆可出价，我沈家有的是银子，为何买不得？徐大人，谢家名下2处别院，我出价3万两；城东5处商铺，我出价5万两。这2样东西我沈家要了。沈姑娘爽快，2处别院5处商铺，共折银8万两，归沈家所有。昭宁，我求你收手吧，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只要你肯把这些产业还给侯府，我愿意入赘沈家。我往后天天在沈府侍奉你和沈叔，我求求你给我留条活路吧。这谢世子先前还嫌弃沈家商贾，如今倒好，主动求着入赘了。这叫恶人自有天收。谢灵川，你入赘，我嫌脏了沈家的大门。沈家的门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朝廷要饭都有资格进。带人犯云柔、谢灵纯上堂。范妇云柔，你因心生嫉恨，指使丫鬟窃取桂花蜜，利用白马骗取婚约，构陷伤人，更在事败之后伙同其父云万林挑唆江淮盐运使私扣军盐，延误军机，此举形同谋反，按律当斩。但念及你系从犯，且并未直接参与扣押，圣上隆恩，免去死罪，判处流放北疆，终身不得回京。流放北疆。至于谢灵川，你身为世子，不思报效朝廷，反而治家不严，纵容外界设局，强占商贾价，更在军债逾期不还之当口，大肆挥霍，强抢民女。圣上有旨，复夺谢灵川永安侯世子之位，降为平民。永安侯府所欠之30万两军债，由变卖侯府祖宅及所有田产偿还，如有不足，由谢氏族人代偿。不，
这不公平！军寨是侯府欠的，与我谢灵川何干？为何要变卖祖宅？那是开国太祖赐给谢家的。负债不还，祖产充公，此乃天经地义。谢灵川，你若再敢喧哗，便依照抗旨罪一并流放。侯府没了，世子的身份没了，祖宅也要被官府收回，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彻底沦落为人人践踏的泥底蝼蚁。永安侯府祖宅，奉！我的宅子呀，我的侯府啊！作孽呀，真是作孽呀！我们谢家造了什么孽，竟要受这等侮辱啊！滚！别在衙门办案的地方哭丧。这是我和7年的婚约啊！林川啊，咱们该怎么办啊？往后咱们住哪儿啊？要不咱们去求求沈昭宁吧？沈家那么大，随便给咱们个小院子，也比在街上要饭强啊！沈昭宁临走前那冷漠、厌恶，像看一堆垃圾的眼神，就算自己死在沈家门前，他也绝不会多看一眼。走吧，去城西的贫民窟，先找个落脚的地方。不，我不去，那地方那么臭，我怎么能住那儿？不去，你便在街上冻死吧。大掌柜，这是江南送来的最新一批生丝和星盐的进项。自从咱们接管了云家在江南3城盐场，并重新开辟了运往西北的商路，这3个月的纯利润比往年翻了整整2倍。如今整个京城乃至大雍朝半数以上的官盐都是由咱们沈家在运行。如今的大雍，再没人敢轻视我这个商贾之女。沈家手中不仅捏着大军的军饷，更捏着整个大雍的食盐命脉。朝中官员，哪怕是尚书、侍郎，见到我也得客客气气称一声沈姑娘。至于那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名节和规矩，如今在绝对的财富和实力面前，早已化作了飞灰。做得好，西北那边大军开春在即，防寒的棉衣和药材可准备妥当了。大小姐放心，早已备齐，已由官兵护送运往边境了。那就好。姑娘，外面雪下得大，可西街口的听风阁今日开了新戏，大掌柜特意给您留了最好的雅席，可要去瞧瞧？也好，闷在书房久了，去听听戏也无妨。我的路从此海阔天空。戏罢了，走吧，顺路去西街几家粮铺、盐铺转一圈。年关雪势比预想的大，得确认存货和市价稳不稳。是，姑娘。汉子们脚边都是些铺盖卷，这分明是受灾逃进城的流民。翠翘，去查京郊几个县的雪情、沈家粮盐储备，还有京城各大商户的存货，1个时辰内报给我。是，姑娘。雪灾一起，商户囤货居齐，流民无以为生，不出3日必生乱象。乱的是百姓，坏的是商路，最后亏的还是整个京城的买卖。大小姐，京郊3个县受灾最重，房屋塌了大半，流民正往京城涌，城内大半粮铺、盐铺都封了仓，等着涨价。如今粮价已经翻了3倍，再涨下去要出人命了。这群黑心肝的，趁火打劫，就不怕朝廷治罪？昭宁，咱们开仓放粮，总不能看着百姓饿死。爹，只放粮不够，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整个冬天。第一，沈家所有粮铺、盐铺即日起按灾前原价出卖，不限购，谁敢抬价，立刻撤换掌柜。第二，在京城3门之外各设1处粥棚，每日施粥2顿，管老人孩子吃饱。第三，
张贴招工告示，招募青壮流民，修缮京城至通州的商路，扩建城郊仓储，按日结工钱，管2顿饭。好主意，以工代机，既给了流民活路，又修了咱们的商路，比白撒银子强100倍。还有，备一份帖子，我要请京城8大商后的掌柜过府一训，平抑物价，单靠沈家一家不够，要让所有人都明白，民稳，商才能久。沈姑娘，按原价卖粮，我们可就亏大了。这雪灾是天赐的商机。王掌柜觉得，流民饿极了冲进城里抢粮，朝廷下令封市严查，和少赚几两银子安稳做生意，哪一个更亏？商路通，货流，咱们才能年年赚钱。今日大家一起平抑物价，安置流民，朝廷记着咱们的好，百姓念着咱们的情，往后的生意只会更好做。沈家牵头出仓储，出运力，各位只需要按原价出货即可。若是有人不愿，也不勉强，只是以后沈家的商路便不与同道者之外的人走了。是肉哥好嘞。世人都说商贾重利轻义，可他们忘了，利从民来，义从心起。能守住底线，护得住一方民生，才是真正的长久生意。你真要在这儿干粗活？你可是永安侯世子，沈昭宁那个贱人就在城里，你去求他呀！他随便指缝漏点，也比你在这儿卖苦力强。求他？我有什么脸去求他？当初是我自己把路走死的。谢廷砖，这边砖卸完了，去那边扛木料，手脚麻利点，干不动就走人，有的是人等着干。你敢这么跟我儿子说话？我们谢家可是开国勋贵。哼，勋贵？这里是沈家的工地，只认干活的汉子，不认什么勋贵。不想干就走，没人拦着。对不住管事，我这就去。家门不幸啊，委屈我儿了。姑娘，要不要让管事把他打发走，留在这儿碍眼？不必，他凭力气吃饭，不偷不抢，没理由赶。恩怨早已了清，婚书撕了，账清了，家也败了。他如今是落魄平民，我是行商之人，各走各的路罢了。赶他走，反倒显得我还把他放在心上。告诉管事，一视同仁即可，干得好就留，偷懒耍滑就按规矩处置，不必因我特殊对待。是。今日的量够了，这是你这半个月的工钱，拿着吧。这双手曾经怠满猪肺，只会描眉弄眼，算计人心，如今第一次靠自己的针线活换来了饭钱。管事，我听说这绣坊是沈家的生意。是，我们东家说过，天底下肯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不管以前是什么身份，都给一口饭吃。但要是偷奸耍滑、搬弄是非，立刻就送回流料放营，绝不留情。沈姑娘，近日朝中不太平，几位老御史联名上奏，说商贾富可敌国，势力过大，奏请圣上加重商税，收回民间盐运权，统归官营。哦，理由是什么？无非是士农工商、商居末流的老调子，说你年纪轻轻，执掌半壁商路，恐动摇国本。再过几日朝堂就要议这事，我提前给你通个气，早做准备。多谢徐大人提醒，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安，这些道理我会让朝堂上的大人们都看明白。大小姐，您都熬了2宿了，不就是加商税吗？咱们家大业大，也扛得住，何必费这么大劲儿？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儿，今日加了沈家的税，明日就会加全天下商户的税，税一重，商户就不敢进货，货运流通不起来，百姓买不到东西，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你看，
这是近3年沈家上缴的税银、资助的军饷、修建的义学义仓、安置的流民人数，还有这份章程，设立总商会，统一行业规矩，商户按能力承担修桥铺路、赈灾济民的差事，朝廷对应减免杂税，开放商籍子弟入府学读书的资格，让商贾后人也能读书明理，报效国家。大小姐，这可是要改老规矩啊！那些老臣能答应？规矩是人定的，大庸要强盛，就不能抱着商为末流的老眼光不放。我今日争的不是沈家一家的利益，是全天下商户的立身之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氏昭宁行商有道，济民有功，深明大义，准其所奏，设立京城总商会，掌行业规范、商事协调之责，授沈昭宁首任会长之职。商籍子弟准入府学读书，与庶民同等待遇。灾区商户本年税负减半，以安民生。钦此。臣女遵旨，谢陛下隆恩。好啊！我沈家经商几代，从来都是低人一头。今日我女儿替全天下的商户争来了一口气。爹，这只是第一步，往后商路会更宽，担子也会更重。从此刻起，我要走的不再是沈家一家的商路，是整个大庸的商道。沈会长，自打咱们按商会规矩统一了盐价，疏通了盐路，今年江南百姓吃盐比往年便宜了20%，盐工们的工钱也涨了，没人再私贩劣盐了。是啊，商会打通了南北商路，咱们的丝绸运去西北，那边的皮毛运过来，这半年的流水比往年翻了1倍还多。各位同心协力，才有今日的局面。接下来咱们还要往南走，打通海商之路，把大庸的瓷器丝绸运去海外，把海外的粮食良种带回来，让天下人都知道，大庸的商贾走得出去，也撑得起家国。同心协力，共拓商路。爹当年总担心你退婚后受委屈，怕你一个女子撑不起沈家。如今看着你把生意做这么大，还替天下商户争了脸面，爹骄傲。爹，女儿说过，女子的天地从来不止后宅一方。沈家的家业，女儿不仅守住了，还要把它做得更大，走得更远。好，爹什么都听你的。往后你想往北走就往北走，想往南去就往南去，爹永远在后面给你撑着。姑娘，天色不早了，回吧，明日还要去看海船码头的原址呢。翠俏，你看这天地多大，以前总觉得女子一生无非是嫁人、管家，守着后宅过日子，后来才明白，只要心够大，脚下的路就够宽。往北能去边境看大漠孤烟，往南能去海边看千帆极渡，手里握着商路，心里装着民生，这日子比困在一方侯府里有意思多了。姑娘去哪儿，奴婢就跟着去哪儿。大庸商道自此兴焉，女子立身不以婚宦为限，不以门第为家，心有丘壑，眼底山河，凭本事立足，以人心行事，纵无前路铺陈，亦能走出万里晴空。